著名作家蔡澜以亲和随性的风格著称，无论对象是达官贵人还是街头小贩，他都能投机得很。但有人就好奇了，蔡先生就没有讨厌的人吗？原来蔡澜最不喜欢那种遇事只会叹气抱怨，却不愿意努力改变的消极派。他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，吃点苦就诉苦，遇点难就颓丧，整个人都被击垮了。相比之下，另一类人却不爱向人诉苦，更不指望他人来拯救自己。时间一长，前者成了众人眼中的失败者，后者却成了生活的强者。因为他们明白，人这一辈子最可靠的还是自己这座靠山。所以啊，生活再难，我们也别整天愁眉不展，遇到困难多依靠自己，说不定柳暗花明就在前方呢。像那些生活的强者一样，做自己的主人才是人生的真谛。一，别人能同情你一阵子，但不会同情你一辈子。早年我家楼下有一家夫妻开的早餐店，两口子为人实诚，做生意良心，生意一度很红火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老板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，店里只剩下老板娘苦苦支撑。刚开始，熟客们见他可怜，想着帮衬一把，于是经常带着朋友过来光顾。可没过多久，这家店却开不下去了，因为老板娘成天愁容满面的抱怨，不是哭诉自己死了丈夫有多可怜，就是哀叹生意不好做，弄得客人们如坐针毡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默契地选择了不再光顾。老板娘实在撑不下去，只得闭店回了老家。作家晚睡曾说，哭嚎、抱怨、逃避并不会使烦恼变小，反而会让自己失了分寸，被别人看穿了弱点。人生实难，我们会遇到种种不如意之事，一味把心里的垃圾倒在外面，换不来你想要的慰藉，恐怕还会招致反感和嫌弃。你跟别人抱怨工作难，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拿着丰厚的薪水，不过是在他面前显摆。你感情不顺，对朋友大吐苦水次数多了，对方也会烦躁，想要逃离。别人能同情你一阵子，但不会同情你一辈子。四处诉苦，不过是用海水解渴。少点倾诉，多些自度。当你走过最暗的夜，自能等来明亮的天。二，别人或许会扶你一程，但无法渡你一生。曾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，有哪些令你醍醐灌顶的人生真相？有个高赞回答说，求人如吞3尺剑，靠人如上9重天。以落难者身份等待别人帮助，你等来的可能不是仗义相助，而是冷漠与寒凉。网上有个博主说过他父亲的故事。几年前，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，朋友络绎不绝。可后来行业没落，父亲的生意一落千丈，还背上了巨额债务。他陪着父亲挨家去借钱，四处赔笑脸，却也四处碰壁。有位曾受过父亲不少恩惠的兄弟，钱是答应借，利息却高出银行2倍。父亲一咬牙，抵押房产办了贷款。还完欠款当晚，父亲仰面饮完杯中酒。博主也懂得了什么叫登天难，求人更难。凡是求人，都是仰头伸手，别人不一定能看得起你，也不一定就会真正帮助你。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，当他们在考虑是否要给你帮助时，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价码。人弱时，没有可交换的利益，自然没有贵人出现。黄渤成名前受尽白眼，无一人相助。郭德纲3闯北京，睡过橱窗，没有任何人施以援手。人在低谷时，本能地想寻求帮助，可真当你急需有人拉你一把时，才突然发现，朋友不来讥笑你，已经是最大的情分；旁人不来奚落你，已算是最大的仁义。所以落难时，不要等待别人的救赎。人是苦海，独木难支，你唯有自己把自己打捞上岸。3，能活得让人羡慕，就不要活得让人同情。我的朋友圈里有位出了名的拼命3娘。早年餐饮经济爆火时，她独自一人开餐馆，起早贪黑，苦活累活，一人咬牙扛完。有了一些积蓄后，她扩店，雇人，没几年时间便买下3处房产。后来的几波投资潮，她也陆续入局，资产翻了好几番。旁人羡慕她杀伐果断，她却摇摇头苦笑说都是被逼出来的。细数她的奋斗史，
其实也是一部辛酸史。父母早逝，她和哥哥相依为命，从小便受尽白眼。长大后成家，看似老实的丈夫出轨，瞬间变无赖，独吞房产，将她和女儿赶出家门。娘家没了靠山，婆婆袖手旁观，孤立无援的她只得奋力突围，才有了如今的成就。很喜欢这么一段话：在烟熏火燎的生活中，我们经历着生活的磨难，最终才明白，所有的苦楚只能靠自己来治愈。年岁渐长，越发欣赏那些有韧劲儿的人，他们不自怜，不自弃，不求人，永远不会让自己活得像落难者。艺术家秦怡这一生遭遇过诸多无常，幼时被遗弃在育婴堂，后被姐姐接回家，才算有了栖身之所。成年后，婚姻生活也是一波三折。第一段婚姻遇人不淑，第二段婚姻丈夫酗酒成性，最疼爱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，她自己更是多次患癌，多次手术，常年在病床上度过。落到这般境地，她是最有资格四处哭诉，以弱者的姿态等待别人救赎的，但她却没有。她悉心照顾生病的丈夫20多年，为精神不稳定的儿子找到兴趣作为支撑，而她自己单看苦难，笑对生活，在艺术创作路上步履不停。哪怕到了93岁，她还在写剧本，当女主角，远赴高原拍电影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。早前看过这么一句话，印象颇深：但凡能活得让人羡慕，就不要活得让人同情。弱者等待别人的垂怜，永远无法走出生活的泥沼，而强者都选择将磨难嚼碎，喂大自己的心智与格局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读过这样一段话：常常熬不住的时候，也想找个靠山靠一下，可怎么找都会发现，有的山长满荆棘，有的山全是野兽，所以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。成年人的世界永远都是现实的，也永远都是真实的。如果一个人步入了成年的世界，可心智还是特别幼稚，甚至特别可笑的话，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因为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它的运行规则，也有它的发展嗜好，所以不管里面的是荆棘满布或者山清水秀，你都要尽自己所能，走好这条路，爬上人生高峰。只有那样，你才能够真正越来越有底气，也才能够不怕任何事，从容无畏地走好这一生。4. 为自己撑腰。皮囊里有一句话：真正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、足够的经济基础、持续的情绪稳定、可控的生活节奏和那个打不败的自己。活着一定要有底气，因为只有底气才能让你在生活当中挺直腰杆。只有丰富的知识储备、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及持续的稳定情绪，才能打造越来越强大的内心世界以及打不败的自己。你的世界只能由自己主宰，也只有你自己足以撑起你这一生。所以那些老喜欢期待别人，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，甚至奢望得到别人救赎的人，内心一定是幼稚的。这类人很大可能会因为将人生主动权寄托在别人手中，从而一旦丧失了别人的支持，自己就会变得一无所有，甚至也会因为自己的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最终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悲观、痛苦、焦虑、绝望。其实一个人最大的底气，就是能够随时随刻把自己撑起来，真正能够为自己撑起腰来。一个人也只有真正有了足够的底气之后，才会在余生里过得更加从容，也更有资格随心而为，顺其自然过好这一生。很喜欢一句话：上天给你什么，你就享受什么；上天拿走什么，你就接受什么；上天懒得理你，你也别理他。因此，靠自己，多长点本事，多出去走走，多看看世界，努力打造一个强大的自己，把时间花在自我的价值上，一心一意，全情投入，真正让自己活成一束光。如此，快活地享受当下人生。5. 底气越足，人生舞台越大。一个人只有底气越强大，人生的舞台才能越大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变得足够的顽强，足够的坚韧，甚至足够的自信。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成长，不断观察，向外汲取能量，让自己真正可以保持一种清醒的克制的理念。
然后稳住自己的情绪，拿捏好自己的心态，强化自己的实力，让自己真正可以脚踏实地做好这一生。莎士比亚说，谁能够在惊愕之中保持冷静，在盛怒之下保持稳定，在激愤之间保持清醒，谁才是真正的英雄。人生就是一段跟自己较量的过程，这一段过程可以说是漫长的，也可以说是短暂的。我们只有在漫长的岁月里拿出短暂的意识，珍惜当下，把握住当下，才能够真正创造更有价值的人生。因为如果不懂得珍惜，甚至根本不去在乎的话，很多时候时间再长，时光再多，也经不起你瞎折腾。只有真正去打磨自己的实力，积累自己的底气，属于你的人生舞台才能闪闪发光。6. 强化你的认知，撑起你的底气。看过一个精妙的比喻，人的大脑如同仓库，外界的所有输入都变成了这个仓库里的存货。不爱学习，没有好奇心的人，这个仓库里是空的；而仓库里只有一种货物的人，很容易变成被洗脑的傀儡。生活当中，其实最有性价比的体验就是强化自身的认知。毕竟我们其实都是属于认知的产物。这就好比如果一个人没有认知的话，那么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我们都没有概念。没有概念也就意味着没有行动，没有行动就不可能有结果。所以一个人的底气说到底是建立在认知这个基础上的。只是太多的人总是自以为是，老喜欢按照个人的想法去对待当下所有事情，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很容易变得固守己见，甚至总以为自己才是最正确的那一个。可实际上，当一个人越来越不懂得变通，反而越来越迂腐的时候，日子就一定会过得更加的被动。这样一来，就会将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，生活也一定会变得暗淡无光。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认知，打开自己的眼界，撑起自己的格局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世界是辽阔的，宇宙是浩瀚的，心灵是无穷大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底气才是实打实的，也才会真正迸发出无穷无尽的能量，助力你一生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·罗杰斯曾说，生命的过程就是成为自己的过程。毫无疑问，成为自己的过程一定是曲折的，一定是坎坷的，甚至是充满困惑，也是充满痛苦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只有勇敢起来，主动认识自己，找到真实的自己，然后塑造强大的自己，最终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，主宰自己的命运，改变自己一生。蒙恬曾说过，世界上最伟大的事，是一个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。因此，及时行动，拥有纠错能力，不断往前走，才能取得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过好这一生。7. 认识自己。在《哲人言行录》里，有人请教泰勒斯，人最难做到的事情是什么？他简单回答了5个字：认识你自己。深以为然，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都容易忽略了自己，甚至不再认识自己。因为大部分的人从来只会将自己的双眼看向别人，却从来不曾看向自己，于是也就看不见自己。人一旦没有及时反省、纠错、改良自己的意识，就很容易在岁月的流淌当中，如同浮萍一般随波逐流，到最后流向了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领域，抵达了一个自己从来不想到达的地方。更有甚者，在随波逐流过程当中，就已经完全将自我抛弃，不可能再活得像自己。这样的选择也许在结果上是让人遗憾的，自己也时常在内心里翻江倒海，夜不能寐，苦苦埋怨，深深打击自己。其实要想认识自己很简单，无非是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多独处一些时光，多跟自己谈谈心里话，然后让圈子变小，变干净，变纯粹，也让自己拥有拒绝的能力以及改变的勇气。那么在接下来，就算会遇到一些痛苦，一些寂寞，一些压力，但是慢慢的自己也能够通过解决这些问题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立和强大。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，所以做出你的选择，回归内心，找到方向，活出坦荡。著名哲学家伏尔泰曾说，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，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。不要害怕那些高不可攀的山峰，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从微小的目标开始战胜，然后
当我们对自己有了足够的了解，有了足够的底气之后，就会拥有更多的行动，更大的勇气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。人生前进的第一步，或者说将自己人生推进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学会认识自己。8. 找到自己。人可贵的是懂得认识自己，更可贵的是会找到自己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认识自己，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。因为世间水很深，人性也复杂，我们在其中周旋，一定避免不了被蛊惑、被利用、被算计。然后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人，或者说太过善良而导致变得迂腐的人，就会一步一步陷入别人的陷阱之中，然后彻底将自己迷失在各种各样的是非恩怨之中，也让自己在迷茫的过程里变得世俗，甚至变得庸俗。著名作家三毛曾言，一个不懂得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。我们应该学会欣赏自己，找到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天赋，找到自己的独立点，也真正能够找到可以让自己人格独立起来的能量。可以说，真正找到自己的人，了解自己的人，一定是会让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，堂堂正正，高歌猛进。然后学会独处，学会深度思考，让自己在攀爬的人生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优秀。冯骥才说，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，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。每个人都只有在找到自己的情况下，才能够找到生活的趣味，找到人生的方向，然后才会心甘情愿为了成为怎样的自己而努力，也一定会为了强大自己而变得更加主动，更加努力，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自己。就像诗人歌德曾说的那样，无论你出身高贵或者低贱，都无关宏旨，但你必须有做人之道。人这辈子好好对待自己，善于保护自己，也懂得提升自己，在找到自己的过程当中，真正让自己学会做人做事。如此，凭借着自己做人做事的风格，也真正可以成就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。9. 塑造自己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应该主动塑造自己。塑造自己的意义在于，早一点提升自己，就早一点让自己更懂如何对待当下人生。时间是宝贵的，更是短暂的，早一点塑造自己，就是让自己跟时间赛跑，而不是浪费时间。庄子言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一个人之所以活出了幸福和自由，并非一开始就具备所有的条件。有的人没有良好的出身，没有殷实的家境，有的人没有强壮的身体，没有资源的支持，但是每个人依然可以通过所谓的厚积薄发，主动了解自己，提升自己，找到自己，然后看到每天进步的自己。这样一来，自己就一定可以逐步去靠近那些看似遥远的梦想。正如《微习惯》一书中的无负担习惯养成法，一件看上去很难的事，每天做一点点，也能逐步形成惯性。相信只要自己不纠结，不内耗，每天都逐步去成长，平心静气提升自己，打造良好的习惯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定能够活得越来越好，过得越来越幸福从容。在张爱玲的散文《雨伞下》中，有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：天空乌云密布，大雨倾盆而下，人们纷纷撑起雨伞，在雨中匆匆前行。有的人手中撑着伞，有的人却两手空空。那些没带伞的人眼巴巴地看着身旁打着伞的人，想方设法要挤到伞下躲雨。他们紧紧贴着伞沿，生怕被雨淋湿分毫。然而伞沿承载不住滂沱大雨，雨水顺着伞的边缘成股流下，砸在那些想借伞遮蔽的人身上，比无遮无拦的雨势更加猛烈。结果那些想躲雨的人非但没能幸免，反而浑身更加湿透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，雨水顺着脖颈流进衣领里，冰凉刺骨。人生就像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，难免会有风雨交加的时候。当乌云笼罩，前路未卜，我们常常手足无措，不知该如何前行。有人选择向他人求助，心存幻想地认为别人能替自己挡风遮雨，殊不知人人自身都难保，又怎能奢求他人为你撑起一片天？在逆境中消极悲观，自怨自艾，无济于事。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积极面对。生活给你一道难题，你就要勇敢地解答；命运给你一记重拳，
你就要毅然地还击。只有拿出勇气和决心，哪怕独自一人，也要昂首挺胸地走下去。人生的航船只有一个掌舵者，那就是你自己。与其空等他人施舍援手，不如主动掌握方向，驾驭自己的人生。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摆渡人，生命这趟旅途只能依靠自己摆渡抵达彼岸。不抱怨，不依赖，你要成为内心强大的人，不被困难吓倒，不被挫折击垮，无惧风雨，笑对人生。相信自己有战胜一切的勇气和力量，你就是这场人生雨中最坚强的伞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